夏日的森林中，狐狸正在追逐一只小鸟，可是它一次次的尝试都被小鸟避开了。狐狸感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森林边上一个人家里传来了鸡鸣声，这个声音顿时引起了狐狸的好奇心。他悄悄地靠近，发现这家人的养鸡方式竟然是如此的奇特。原来呀，这对夫妻呢，他们养了一大群鸡，但却自己不喂食，而是把鸡赶到别人家晒谷子的地方，让鸡群去吃别家的谷粒，就连鸟都嘲笑他们。狐狸鬼鬼祟祟地躲在旁边，等着一只大公鸡啄骂着远离家人的时候呢，他猛然扑上去将其抓住。不过养鸡的老大爷发现了他，连忙追过来。狐狸见跑不过，索性将鸡放开了，继续往前跑。突然呢，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。他抬头一看，正好在头顶上有一堆晶莹剔透的葡萄。狐狸的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心生一计，他摘下一串葡萄，来到老大爷的面前。狐狸笑嘻嘻地把葡萄递给了老大爷，说自己已经痛改前非了，还说这葡萄是自己种的。但老大爷亲眼看见他抓走了鸡呀，还是不信，就说：“你的葡萄我不吃。”老头子啊，老头子啊，哎呀，给我！这个时候，老太婆前来一把夺过葡萄，将其放在嘴里尝了一口，真甜。老头子啊，狐狸的葡萄不吃白不吃，你呀真傻。狐狸见二人收下葡萄，心里对他是否真的改邪归正肯定有了动摇啊。进一步说，我现在自己种葡萄，吃葡萄，再也不偷鸡了，我还能给你们看鸡呢。你真是好狐狸呀！能贪便宜偷懒的让自己的鸡吃别家的米的老夫妇当然惊喜万分，连连应下了。但狐狸一转身就找到了他的另一个朋友狼。狐狸故技重施，让狼带着一个羊皮去，也是做出了一副真心悔改的模样。这只狼曾经偷过这家的羊，老大爷根本不听狐狸的劝阻，看到他就举起棍子要打他。不过狐狸找来了老太婆，论捡便宜，这家的老太婆绝对是老大爷功力的几十倍呀。他拿着狼送来的羊皮给老大爷看，此时狼按狐狸所说的哭的那是撕心裂肺，好像真的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莫及。老大爷也就相信了。狼进一步说道：“老大爷，往后我再也不偷羊了，我还担保不让别的狼偷您的羊。”好啊！老头子啊，咱们家的羊就交给他看管吧。老夫妻喜笑颜开，又把看羊的任务交给了狼，而狐狸和狼啊也相对窃笑，奸计得逞。狐狸又叫来了野猪，说老大爷夫妻俩太好了，连野猪都想到他家来当家猪。老夫妻和狼以及狐狸相安无事这么久，也不怀疑他了，当即欣然同意。夫妻俩不但不怀疑他们图谋不轨，还每天给他们吃的。久而久之，他们都完全撒手不管鸡和羊了。一天晚上，夫妻俩还在睡梦中时，屋外突然传来了乱七八糟的声音。他们起床一看，鸡和羊都不见了，哪里还有狐狸他们的踪影？二人在夜色下欲哭无泪，互相埋怨。贪小便宜吃大亏，恐怕说的就是这对夫妻了。坏人也正是利用人们想不劳而获这一点，趁虚而入，使得奸计得逞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评论。我们下次再见。